车特别的有意义啊。Hello， 大家好，我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嘉宾，只是 POV 了。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系列啦。今天呢，在我身隔壁有一辆与众不同的 Toyota Vios， 相信大家一眼就看得出这个不是外面粘的吧，原厂给的哦。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车主 Elvis， 你好啊，大家好。这辆车是不是你粘的哈？不是原厂。这辆车是哪一年的？这辆车是2017年的，它是 based on J spec， 然后拿去改 TRD 的版本。哦，所以如果在车卡上面的话，它不是写 J spec 的，不是，它是直接写 Sport 的版本。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呢，这辆车其实是全马只有大概200台。马路上看到呢，其实有些已经是把那个 sticker 拆掉了，因为像这一个年份已经大概5、6年了，所以它的 sticker 就开始慢慢的有一点褪色，不是很好看的，把它拆掉了。只有200辆的 Sport Edition。2013年的时候呢，这款第3代的 Toyota Vios 推出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它是配搭这一个 1NZ FE 4速的这个变速箱的。之后啊，做一个小改款，样子还是差不多，加了一个 Daylight， 换上了这个 2NRVE 的一个1.5公升，然后配搭的 CVT， 就是我们现在这款。它其实出 J1G， 还有一个是 GS 跟 TRD Sportivo。对 ，TRD Sportivo 是最高的那个，大概90多千，9万多，差不多接近100。那你这个 Sport Edition 要多少钱？它的新车价刚出来是85千，我买的价钱是接近79，因为我是年尾买的，它是等于要 clear stock。这辆车呢会给一些比普通的 Vios 没有的东西，我们等一下去带你们去看有什么啦。首先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希望还没订阅我们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那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好，话不多说 ，Let's go。如果是遇到 JPJ 的话，他们会看，因为他怕你是那一种赛道版的，会有那个 rail cage 啊那些哈，所以他们会看车卡，会 check 到 system 里面，这个其实是当年有推出的这一个可以上路的。我相信大家在10个家庭里面呢，应该是5、6个都会家里有一台这一款的 Toyota Vios， 很熟悉了的 Sport Edition 的 emblem， 这个尾翼是原装的，然后有 Toyota Gazoo Racing 的 department 的这个 sticker。所以如果你看到其他的，好像黑油的 sticker 啊 ，Ultra Racing 啊，这些都是车主的后期粘下去的啦。还有个 touchpad， 干干净净，整齐齐哦。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备胎，所以椅背是不能做倾倒的。内饰来讲呢，就很普通的一个 Toyota Vios， 可是椅子呢就是有这种红色的车缝线啦，它不是皮革的，两边都是手动调节的啦。哦，原厂刚被收掉了，所以它原本也是那个 Sport Edition 啦 ，SE 啦，我们叫做，这些都是粘的。然后其实基本上它里面内饰也没有太大的分别啦，所以它的唱机呢还是原装的这种扭转式的，它没有给 touchscreen 的 based on J spec 给的冷气的钮啊，然后这里就是好像类似 carbon fiber 的粘下去的哈，以前是一个银色，一个传统手刹，还有一个防滑系统关闭，所以这一代 Vios 啊，全车系标配的防滑系统，给以前的 4Speed Auto 那个是没有防滑系统的，只有 ABS 还有 EBD 罢了。SE 版本的旁边这个灯是红色的，如果是普通版是蓝色的啦。后座空间方面呢，就不用我多说了，前面已经调整成我非常舒服的一个座位，大概是在一个拳头，头部空间大概是下3根手指哈，CT 还是比较宽敞一点的。中间有一个置杯架啦，很多人就是投诉这一代的 Vios 啊，有一个手扶等于没有手扶啦，又不前面又太后面了，会挡到人家后面的脚。这辆车呢是比普通版本有一点不一样哈，它的避震器原装配搭着 KYB 的 RS Pro 脚牙避震，所以你是可以调硬软的嘛？这个这个没有 High Low Only， 所以你是调高了啦。这个是原厂给我的高度，比较容易过堵。原装是来15寸的轮圈的 ，LV 是换上了台湾的 Fosun 的轮圈，轮胎用着1955R15寸，所以换着 Maxxis 的 i Pro， 刹车通风碟就换上了 Aftermarket 的，所以就有带切线还有洞的啦。Brake pad 你用什么 Brake pad？我是 TRD 的 Brake pad， 可以到大概4
100度左右 OK 啊，就是 normal daily use 也可以。在 Wing 那边原价是要卖520块，就是因为 J Spec 的关系，它后面是一个 drum brake 啦，所以没有刹车卡钳，也是一样是1955 R15寸的 Maxxis i Pro， 大概3根手指的高度。就这辆车的悬挂设置呢，前面是麦花臣，后面是 Torsion Beam。Exhaust 那些有换过吧？我是换前面4出1 OK 中古原装，然后后面换 Straightforward Sport Edition。有无钥匙进入，还有无钥匙启动的哈，所以它这边是锁，在按力式它就解锁了。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它的内饰了啦，有一个置杯架在这儿，然后它的 side mirror 的调节，然后头灯的高低。OK， 那我们就来 start， 换上了 TRD 的 push start button， 我们来踩一点油，听它的 straight flow 啊。就很普通，没有什么大声。然后我们来打开头灯，这个仪表呢，就是要开灯了之后它才会亮哦，所以它亮了之后它是亮白灯的。可惜哦，如果给红色的话，就比较配搭这辆车的一个气质嘛。中间的手扶，还有一个 Smart Deck 啊，方向盘呢是可以调整上下而已。OK， 最高了的这个挡挂是原厂给的了，加大了的望后镜，这2个灯，还有就是没有镜子，这里是打开油盖，还有打开后备箱，打开引擎盖哈。刹车的踏板是 aluminium 的，只有驾驶员这里的窗是一键上下而已啦。这个3号它原本给你还是你粘下去的？这个也是我 after 加下去的，因为我记得它是没有放号码哈。没有，它是 for street 版本罢了。J Spec 它的这个头灯是一个 reflector， 所以有 daylight 日行灯。这一代的我觉得它日行灯放的蛮漂亮一下啦，放的位置刚刚好啦。如果有驾惯Toyota Vios 的朋友们都很惯性的知道它的引擎盖大概怎么开，然后里面的这个操作大概怎么操作。加装了 Ultra Racing Front Strut Bar， 这一代有引擎呢，就从 1NZ FE 呢换上了一个 2NR FE 的1.5公升自然吸气的引擎，比旧款的 Vios 降了2匹马力啦，大概107匹马力，140个Nm少到4200转爆发最高扭矩啦。所以配搭的 CVT 5段变速箱可以模拟7速，所以这一代的变速箱加起来跟最新款的 Vios 呢加起来真的不一样，那个是 PCVT， 这个都是我们叫 Sport Sequential CVT， 所以这个是4出1的 extractor， 换了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吗？前面比高比较顺一点，改了 Works 的 Drop-in Air Filter， TRD 原厂的 Radiator Cap， 所以这辆车是没有的好 remap 啦，我的 tuner 跟我讲的，所以可以的话就加电板哦。话不多说，我们去试驾啦 ，Let's go。原厂的，哦，它是还有 touchscreen 才有，它是 Kenwood 的唱机来的。我想哦，这个 Toyota Vios 一上手的时候哦，就是它的挡挂要怎么换啊 ，zigzag 啊，全部都一样的。Vios 啊 ，Altis 啊 ，Camry 啊，当年啊，全部都是跑一样的东西。现在新的也是一样啊，直着了嘛。所以我很好奇，一上车的时候啊，那个有这个 KYB 的脚牙避震的时候，它的那个感觉是怎么样？诶，是比原厂跳了一点的哦。因为我记得原厂的这个 Vios 的话，它会有点像驾船这样啊，太软了。诶，是很舒服的车，然后它车脚是很扎实是没有错，可是现在我感觉到很有路感一下，就感觉到是比较硬了一点的。你看现在我的镜头，我相信大家都会看到它在那种起伏，有没有哈？Toyota 的家族的这些圆的车哦，就是不用讲啊，你一听到我讲很多，你就大概懂那个感觉。你今天加 MyV 都好，你今天加Brodua 都好，你加Toyota都好，它的感觉都是差不多这样。起步的时候呢，这辆车0到60会比较吃亏，因为它这个 CVT 的这个 ratio 的关系呢，0到60的时候它的这个转速还没有上到，所以一超过4000转的时候呢，这辆车的动力其实也不差的。看起步的时候，其实是很顺的哈，其实。OK， 我其实个人觉得这个旧款的 Toyota Vios 呢，其实还比最新款的 Toyota Vios 来的更好开。不是在于它的操控那些，先别说，因为 TNGA 其实是应该是 DNGA 啦，还有它的神话的一个方面。可是就感觉到整个油门的反应啊，跟它的变速箱的反应啊，还是觉得旧款的这个用的东西会比较好料一点，可以这样子讲。CVT 就是要很肯踩哦，你把油门降下去了，踩下去了，它就是那种转速一拉高的时候啊，那个动力就来了。然后其实是，它的 CVT 有没有讲大声哦？我来试看啊，拉那个转速的时候，
brake。怎么我感觉到它的 CVT 的这噪音没有新款的吵的？我是不是有这个错觉啊？不然等下给新款的 Vios 车主喷了就好笑了。你看我之前试驾Toyota Vios 最新款的那个影片，再来看这个影片，用着同样的麦，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它的变速箱的扎实度啊，怎么说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 response， 第二个就是当你切换到手动模式的时候，这辆车是有7速的这个模拟的。OK， 你们可以试一下最新款的 Vios。OK， 跟这个我给你们看，我锁在4号档好不好 ？OK， 你们注意看它转速表啊，我放一下油门，我再踩，再放。你没有看到它的这个绑定是非常的紧的 ，OK， 所以它是没有那个 free play 啊，感觉到好像那个车动力流失到很多。当我降档的时候，你注意看它转速啊，我升档，看到那个转速跌了，好像 AT 的感觉嘛。也就是这个就是我说的它的这个变速箱的反应啊，这个跟 Altis 啊同样的。这个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当然可以讲 AI 的人啊，只是需要它顺畅而已嘛，是不是？对你一点都没有错，顺畅。可是就是那个驾驶的感受啊，如果是对驾驶没有什么讲究的话呢，你可能认为哎呀顺畅就好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爱开车的人啊，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我们感受得出来的时候呢，就有点不一样了。因为车是我在驾嘛，所以这个车好不好驾，这个是重点了的哦。啊，哪怕你的这个外观再好看，不好驾也是。北宋啊，无可否认，这代的变速箱跟那个引擎的反应呢是很棒的，动力也是不差啦。讲真的，其实我感觉到这辆车还比最新款的有力诶。最新款的它降了那个马力，还有降了那个扭力嘛，还讲加速快了一点，因为它头轻了一个整70公斤嘛，大概是这样。这辆车是重量是不到1100公斤啦，轻的一个车。好，我们把 compressor 关掉。踩完，不懂为什么，我就感觉到这个车特别的有力啊。这个车。虽然有 KYB， 可是就感觉过弯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的支撑性不足啦，感觉到，可能你也说不老花了，我觉得可能啊，或者胎压，对，它胎压太软，就感觉到会有一点侧倾这样子，不是多，是一点啊，是多，哇哦，蛮多人的，EK， 哎 ，GTR， 我先上了啦，不要管他们了。其实你这样子驾车哦，它的视野角度是蛮不错的，除了这个米勒会比较大一点点，可能这个小小的死角啦，小小的，可是就后面的那个尾翼哦，会有挡着一点点的这个视线呢。我喜欢它一点就是上米勒够大了，所以我们看东西的话呢，至少可以很安心的看得懂啊。OK， 那我们就再踩一点油，3000转，踩一点油。这个方向盘呢比 Camry 啊那些好很多咯，至少它的转向呢没有这样多这个free play。我摆一点点的时候，那个车头开始有做反应了。这个 CVT， 再看我升档的时候那个转速啊，再看它升档的转速，这是6档、7档。所以就7档的时候呢，当我切换到低，转速又在跌，所以如果走白2的时候呢，大概是哇2000转，哎呦1.5倍喂，2000转在 highway。其实这代的 Vios 呢，比起 CD 啊 ，CD 的性价比会相当的高。为什么？因为同样个1.5公升的自然吸气引擎里面哦 ，CD 的马力特别的高的，你们注意看120匹，然后大概145个牛顿米的扭力。
然后它省油又可以，有力又可以哦，所以 CD 的空间也是特别的大。在后面的时候，你如果放一个 baby car seat 啊，然后你会感觉到你前面的座椅跟后面的那个距离哦很大一下。OK， 不输给 Civic FC， 但是如果讲以噪音控制来讲呢，是Toyota这方面会做的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耐用程度上面的话就，不需要我多说哪一方面会好啦。这一代的 CVT 呢就比较少那种 CVT 的 whining 声，除非真的是上到差不多到顶的时候呢，你才可以听到，CVT 有一点点小小的 whining 声了，因为它开始有点热了。要不然你这样普通驾驶的时候，你听不出它的 CVT 的 whining 声。那你桶油打95是吧？啊，我是打97的。哦，97。all the way 97。那 COVID 的时候，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借我家人开，他有打95啦，过后到我自己开了，我就打回97。哦，因为这辆车不是拿来日常驾的是吗？之前是1个礼拜加1次，然后现在更少了。我的 mileage 也是不高啊。你的 mileage 68000。那你打满一桶油可以走多少公里啊？如果是97的话，顺加可以到380、400之间。哦，要中脚啦。如果是 normal use 有这样子踩大油，350跟360。哇，400 OK 啦 ，standard。它油缸本来不大嘛，大概40 liter 哈。因为是这样子的哦，很多人问哦，你打多少liter可以走多少公里，然后每一个人驾车方式不一样，我们可以拿一个大概数据，这样子算才是正确。因为有些人会问你哦，你多少天打一次油？他们是这样子问的，1个礼拜打一次，这样省啊。然后如果你跟他讲，我2天打一次油，这样子油，可是他不懂你走多少 km， 我2天走了500公里可能不可以，是不是？对啊。如果问到我的 1K 打那个油耗怎样？1个礼拜打一次咯，这样省啊！大佬，我1个礼拜才加出来一次，周末才加出来哈。所以这个定义是不是这样子的？给到110 km/h 过这个弯还不错啦。可是它比我的预期中，就是可能它的那个侧倾会比较多一点，我还以为还会少很多这样子。OK 啦，是至少好过原装一点哦。可是你反正哦，这个它的那个 adjustable 坏了之后，你应该都会升级别的东西去了的嘛？也是不一定要用回这个了的嘛？就打算换另外一个牌子啦，因为 QIB 它没有出这个脚来避震。哦。好，那我们就把这一代的 Vios Sport Edition SE 啦，把它开到来云顶三角了，所以我们 Part 2的影片呢，就会把这辆车给开上云顶。OK， 所以我等一下一个影片再见啦，各位啊。这辆车有了关闭防滑系统，如果长按的话，我不确定是不是要停车才能按到这辆车，因为如果是以前那个新款一点点的 Yaris， 那个就是要停着车，它才能关闭它的防滑系统。OK， 这里很多车，我不要在这边。好多人哦。每次我停那边的嘛，今天不要跟他们一样，我就停前面一点，今天列外一点。OK， 然后我们就下一个影片再见了，我就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先。Alright， 哎呀，那个是碰什么东西？没关系了，那马路很什么都有。OK， 非常感谢 Elvis，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OK， 从上移交了，我就关掉。那我试看一样东西啊。如果我的灯是开着哦，开门，它没有关灯，它会有提示声。好了，各位好，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期的影片再见了，拜拜。